是我们偃月宗的清明镜。你是哪儿来的？没用的，韩师弟。哼！用傀儡以来之主，真是好算计。我说朱兄，咱们要不商量商量？脾气还挺大。去，拖住他！血色褪去，看来他坚持不了多久了。不错，都是好东西，还有他们盗取的灵石，也不能浪费。这是蜘蛛卵。放心吧，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这就是轩月说的能去外面的传送阵吗？你难道不想知道，天南大陆以外有什么吗？外面的世界吗？这阵法
难道是用来远距传送的？可惜损了一角。这是什么？丹药吗？大挪移令。有了这个，或许能找到修复阵法的方法。如此多的贪婪、算计和梦想，到头来不过是大梦一场，化作尘土。这个传送阵是矿洞之前的意外收获，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我觉得它会是很重要的一笔。起码现在，这个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做好标记，等以后找到能修复传送阵的人，再回来此处。你是蜥蜴，不是狗，有点蜥蜴的样子。海师弟，是你吗？陈师姐，这是顾本培元的丹药，你先服下用完。我应该早点听你的就对了，或许还能救他们。你还活着，真好。好歹同门一场，还真不能就这样把他留在这儿。
这最近棋牌的杂碎也挺嚣张的。这个月啊，我们都折了20几个地。都给我把招子放亮点儿，别中了他们的埋伏。怎么可能？这大白天的。没有霹雳雷神引领东会交彻武器腾腾劲风速现复古时你知道我要真那要写请依然学谁能看出分别不让世道标注我的样貌大显身手打破谁的技巧会剪断离愁这念不可动摇这一路荆棘满山开遍魔道怎么回事？最近拍下来的怎么尽是些小角色？云哥，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说了晚上见吗？我不是也说了，我晚上没空吗？还有，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和叶云情同手足，你若回天启要做的第一件事，定是来看我的。这些事情都是师傅告诉你的。你现在可以相信了吧？我真的是受如仙之托来帮你的。你还有别的要求吗？听说你酿的酒很好喝，我教你内功，你送我美酒，如何？一言为定。云哥，走了。父亲，母亲，孩儿不想今天才来看你们。我从前跟你们说，我不想做大将军，我想做一个自在江湖的剑客。如今，我也算完成了一半。今天来看你们，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啊。我给你们舞一会剑吧。
来吧，选一坛吧。一坛可不够啊。这是什么武啊？这是你马上要学的内功，名字叫落花流水。落花流水。看来，那个人就是白日里潜入学堂之人。好俊秀的功夫。你怎么还有心思欣赏别人的武功啊？百里东军这一进城就被各路人马全部给盯上了。不行，我得去看看。确实是好酒，只可惜得浪费一二了。有暗器，老秦，我们去干他。有什么暗器？不过就是一滴酒罢了。放心吧，来人没有恶意，他刚刚已经与我们打过招呼了。什么意思啊？你认识他？不是，你认识他？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谁？百里东军是我带来的，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来人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他与如仙有一段旧缘，愿意教百里东军如仙的秋水诀。不然真的让东军跟着你学你们雷门那憨劲儿十足的内功心法，我10年也考不上学堂啊！我憨吗？以后我每来一日，你就送我5坛酒。如何？哎，你不要太过分了啊！酒没了可以再酿，可学堂大考若是败了，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哎，看来我酿的酒实在是太好喝了呀！来吧，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了，但如果是你，就一定没有问题。公子，还有3日便是出试了，不知此次出试考题可有眉目啊？你不是也说了吗？3日之后才是出试，急什么？我不着急，我着什么急啊？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怎么，大家不敢来问我，所以去逼问你，对不对？这1天3、4趟的问，谁都吃不消啊。往年出试考题，那都是提前7日便会放出一些风声，难道这次你真的要等到最后1日再公布啊？最后1日公布，不才是正常的吗？怎么，学堂现在都这么厚脸皮了？提前泄露考题，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哎呀，6月呀，这初试又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初试完了还有一个中试。中试可是几10年不变的1队打1队，这才是真正考究实力的地方。初试嘛，不过就是让各家公子拿个好兆头回家去的。别这么较真，6月。琢磨公子说的对，更何况以6月公子的才学，就算是提前告诉大家考题，没有点真材实料，也是不行的。就是，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还下不下？哎，不下了，反正我也下不赢你。我就说嘛，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跑来找我下棋，自取其辱？原来你也是来套题的。哎，那我不是带来一个备考的兄弟吗？再说了，往年出试的题目，我10几天前我都能知道。谁让这次主考官是你啊？哎，挺好，特别好，所以我这不亲自登门拜访了吗？那我若非要最后一天公布呢？那行，看来以后每一年的主考官都会是你喽。你威胁我？对，我就威胁你，怎么着？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特别碎，我就每天跑到师傅那儿去吹耳边风，我就告诉他，哎呀，柳月当主考官特别好，让他给你做主考官吧。他听烦了，他就会同意了，你就年复一年，一年又一年的做主考官，一年再一年。算我怕你了。嘿嘿。文武之外，啊？没错，就是文武之外。世间大考分为文武2类，但文武之外呢，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呢，我既不考文，也不考武。只要文武之外有能令我折服的东西，这初试我就让他通过。这还不说呢。可这文武之外到底要考什么呀？你要知道，我们学堂要的不仅仅是文武双绝的人，还有有趣的。而这文武之外，考的就是人。哎呀，柳月呀，柳月，你这可是给我开了个后门啊！你可别给我扣帽子，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和你带来的那位兄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懂。哎，对啊，你说那位小公子最近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话说，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舒服，有了念力就是不一样啊，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哎，雷梦莎今日来学堂了吗？卓墨公子的动向我怎么会知道？没大没小啊！怎么了？今日突然有事找我啊？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呦，巧了，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真的？你先说。来。初试的题目出来了，出来了，是什么？4个字：文武之外。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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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你这高兴傻了？这表情。不是，那你文不成武不就的，这文武之外真挺好的。文武之外，我练了这么多天武功，你告诉我文武之外？去你的文武之外！真是奇了怪了，文武之外，不考文也不考武，那这算什么考试啊？那你说这选拔的是什么呀？或者是谁长得美，谁就能进中试？哼，兄台此言有理。那柳月公子
据称是容颜绝代，说不定就是谁长得美，就符合人家要求呢。那，旁边这位小哥容貌俊秀，若去参加考试，那必定能通过呀。确实气度不凡呀。谈，哎，客气。文武之外，倒是有趣。这位小姐，冬日要到了，本店新进了一批布料。老板，帮我做套衣服，很急，我3日内就要。好。行。六月公子啊，特立独行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把学堂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所谓大考，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愿闻其详。很多人苦学10年，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亦或许是发挥失常、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赌博呢，也是如此。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上了赌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精辟！除非出千。怎么？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当然不会。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六月公子啊，果然不同凡响啊！妙哉，妙人呐！你看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二爷呢？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去听曲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答应你们啊，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缺残谱与之交换。哎呀，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8千两的银子，不心疼。涂大爷的损失，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这就是学堂的气度啊！走，快唱行令，收单。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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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是会的，没问题的。小爷百里东军驾到。相信又喝多了？谁喝？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你叫叶鼎之。哦，对，叶鼎之。那天我是喝多了，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人还挺有趣的。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结果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现在想也不迟啊。成。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自然。参考学员即刻入场。走吧。不知足，启程来呗。走。
这莫非就是雷莫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啊，这是什么？这我知道，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哦，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我名字后面这1000什么意思？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你想什么呢？数字越大，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你的赔率也就越高。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你得了魁首，他就会赢1000两。但是呢，机会小啊，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像我就不一样了，我是热门人选，押我的人可多了，所以我的赔率就不。竟然也是1000。连个外院学生丢了桃子都接不住的人，赔率不是1000，还能是多少啊？这千金台的赔率啊，是根据买家的数量决定的，还望柳月公子让小先生不要介意啊。小先生欺我功夫馆这等小事。开始吧。学堂大考，准备开始。所谓文武之外，便是请诸位在文和武之外展露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令人惊艳的特长。时间为6个时辰，在这6个时辰内，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交卷了，告诉我们你要展露的是什么，我们呢便会派出相应的考官来进行考验。若通过了考验，即可进入中试。每位考生都配有1名助考士，诸位可以让自己的助考士去千金台外取展示才艺所需要的东西，可有异议？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还问我们有没有异议？若说有异议，还有用吗？这傻小子，没有用。开考吧。开考。倒有些53克即刻行刑的意思。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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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公子有何吩咐？3路客栈，哎，去找雷梦莎公子，把我的大包裹给我拿过来。找谁？废话多，公子雷梦莎，去吧。哎，你打算做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王爷，助考士都已经出发了。也不知道这群人里有没有能助本王登临大宝之人。今日学堂大考。是，陛下。百里洛尘的孙子百里东君也在参考人之里。他怎么也在天启城？是九皇子殿下把他带回天启城的。是不是九皇子殿下也？唉，你把老九想得太复杂了。姑的这个儿子，姑自己知道，他把百里东君带到天启，很可能只是因为欣赏他罢了。他不会与那小子为难的。相反，百里东君若是有事，他会豁出性命去救他。姑倒是有些好奇了。一直听闻百里洛尘那个独孙是有名的纨绔，却没想到突然有一天，他学会了西楚剑歌，又不知为何得到了老九的青眼。
陛下似乎很欣赏九皇子殿下。多嘴了啊！奴才惶恐。学堂大考还有哪位皇子去了？亲王殿下也去了。老二啊，罢了，小崽子们的游戏还不值得不费心呢。考官，我要交卷。哟，还真有这么快的？你叫什么名字？教的又是什么？在下白衣门段白衣，自幼研习骑术。这文武之外，在下要教的就是骑术。可以，请公子赐教。你和我像。你学了几年棋啊？你学了几年？我7岁开始学棋，至今得有17年了。我3岁开始学习，至今也有7年，差不多嘛。来吧。我执黑不办，你先请。好。还精通骑术，连个小童都下不过。能在灵素执黑下坚持这么久，说是精通，不足为过。11年苦修，我竟败给区区一个小童。看似下的是棋，实则展露的是心。一味刚猛，长风一蛇，你的棋艺很好，但你败给灵素，或许是因为你许久未败。倒是天天败。今日一败，未尝不是件好事。段白衣，记下了。
处考试啊？这谁的处考试啊？是准备在初试上表演睡觉吗？多谢。原来是他呀！什么都不会，睡觉再合适不过了。怎么，你还真像他们说的，打算在这睡一觉啊？是啊，不过你怎么跟他们一样没见识啊？你还真信呐？玩笑，玩笑。哎，你准备的东西呢？来了。这什么呀？刚杀的北蛮羊腿，还新鲜着呢。这就是我准备的东西，有意思。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了吧？酿酒。酿酒？我呢，身无长技，只有酿酒这项技艺是我从小锤炼的。既然要比文武之外，自然要拿最拿手的出来。可是酒不是越陈越好喝吗？这6个时辰内就能酿出好酒了？这你就不懂了吧？陈酒有陈酒的酿法，新酒也有新酒的酿法。这世间酒有千种，各有一味，也并非越陈就越好，而是要看你能不能喝到自己喜欢的。别光看我呀，你那羊腿还在桌子上休息呢。酒来了。此人不错。这手刀法看起来似乎普普通通，细微处却显露了真功夫，可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考完给他发帖子吧。那九皇子选中的那位少年，你是说萧若风带回来的那个？父皇遣他去了一趟乾东城，他便带回来这么一个人。你说，这人能是什么来头？镇西侯府整个朝堂谁能拉拢得动？更何况，这镇西侯是本王登临大宝的最大绊脚石。
你这可以啊！弄好了？是啊，之后每间隔1个时辰，换一个热水袋就可以了。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籍。等我的羊肉烤熟了，咱俩的晚饭就有着落了。羊肉配酒，越过越有。那就要看你的羊肉好不好吃了。唉，不过你说的倒也对，估计咱们2个只能赶个末尾喽。这前排和末尾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能进就是了。谁说没有意义？第一就是第一。考官，我要交卷。何人？考什么？江湖客，无门无派，姓燕，名菲菲。至于考什么，你下来，我告诉你。考什么？就考这个。你偷东西！哟，这轻功可以啊。我见你的轻功也不虚啊。偷东西多难听啊，这叫妙手空空。我这赌坊里啊，还来了个千手千眼的佛爷。看这手法，应该是神偷空灵儿的徒弟。东西还我！敢问这位童子，我这可算是过了初试。既然你要展露的是这手妙手空空之术，那么我便不是你的考官。三秦，我名三秦，你有3次机会从我身上偷走一件东西。我怎么确定你身上有没有东西啊？那就靠本事来确定。这是轻功，3步追缠。若是这样，还算是文武之外吗？轻功算不算武功？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叫明月的画本，里面有位剑客给一个轻功高手说过一句话：轻功不代表武功。巧了，我却也看过。不过后来那个轻功高手也回了他一句话，但是速度代表了我和你的距离。三飞燕，小心点喽。抱歉，抱歉。如何？考生燕菲菲通过初试。多谢。还有，考官，我也要交卷。何人？考什么？我叫尹落霞，我来比的是。
其实换了个身份。怎么，这么好看吗？看傻了都。不是，我怎么看他的眼睛那么眼熟？你怎么看谁都眼熟啊？在剑离那会儿，你不看我也挺眼熟的吗？没少用这招套近乎。呸！别瞎说。唉，不可能，不可能，她跟仙子姐姐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